大家好，我是季鹏啊。这个美式前刺已经整不了了啊，早就梦回大清了啊。哎呀，还有进一步梦回大明的趋势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跟这帮脱口秀演员不一样啊，我有正经工作。我是一个3甲中医院的中医。很少见，很少见哈，就是你平时见我还得花20块钱呢，我今天还得逗你乐。你见过大夫逗你乐吗？大夫逗你乐，你敢乐吗？我更不敢逗你，对不对？我拿过你检查结果，哎我去，啥事儿没有。这都容易让打成病人啊。中医特别好。我认为啊，中医在整个医疗系统里头，那是最好的岗位，最起码中医安全。我们科没有医闹，你啥时候见我们科来个患者一脚踹开门，那大夫出来，这吃了欺负药了，这一点也不见好，这怎么回事啊？我一句话就解决了。你是不是生气了？我不跟你说吃药不能生气吗？你这人你白吃。再来欺负。让他面带微笑的喝啊，一边唱歌一边喝，感恩的心是吧？哎呀，我这都开玩笑的啊。其实我发现大家对中医误解特别严重，是吧？这也很正常，因为你们都是从那个影视剧里了解的中医啊，尤其那个清宫剧。那清宫剧中医就不干正经事儿，就干3件事：第一就保胎，啊，第二就下毒，啊，第三假装保胎，实际下毒。80集连续剧从头看到尾，没正经治一个病。这个其实也不怪你们啊，就是因为有些中医自己这个科普工作做得不到位。中医科普那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我针灸科的，我经常科普。我那患者每次拔完罐，总有那患者问我：“哎呀，大夫，这罐起完以后，这底下全是水，是不是把我湿气都拔出来了？”我说：“那就是酒精燃烧产生的水和二氧化碳。”再也没跟我说过话。我认识一些迷信的中医，就包括我那正骨的师傅。我那正骨师傅水平很高啊，正骨都见过吧？就是网上有那视频，抱着你头治颈椎病啊，放松放松放松，干嘛呀？特别神奇啊！有时候一掰完以后，这患者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活着呢，活着呢。就是他一下就好啊，就没有烦恼。哎，我那师傅水平很高，就是这个迷信。哎呀，他那小诊室里头那神像都摆满了，这是扁鹊，这是华佗，这是孙思邈，财神。那对，再来欺负也是钱啊，能摆的地方都摆上，电脑屏幕专门调一个那个史蒂夫·乔布斯的黑白照片，他没事也拜。我说中医拜乔布斯，病人来了瞧不好也瞧不死，是吧？也很费解呀。我问过，我说师傅，咱们拜乔布斯干什么呀？他说你想啊，咱是治颈椎病的，没人乔布斯发明这个智能手机，能有这么多患者吗？是吧？我说也有道理，我跟人也拜。我说 AR 眼镜赶紧停产吧，扎克伯格非死不可，是吧？美好的愿景，是吧？就是所以说，大家对中医其实误解很严重啊，总是在神化这个中医，是吧？搞得很神秘。我经常碰这种情况，只要我跟人一介绍我是中医，这位动作特别统一，一捋袖子，会号脉吗？我说我针灸科会放血，哈，那就算了。为什么一说中医就想起号脉呀？那为什么望闻问切最后一步才是号脉呀？号脉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神奇，它就是寒热虚实确定一个大方向，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仨指头往这儿一放，全身 CT 没有。我经常在网上看有人神话这个号脉，我看我都有点尴尬。就有小某书上有那种帖子说特悬，说他那中医有多么准，一给他号脉他就没有隐私了，看过吧？说他那中医号脉就问他，你是不是爱熬夜？是不是爱生气？是不是爱喝凉的东西？哎呀，大夫你怎么都知道？你干脆问他是不是在上海上班不得了吗？
上海上班能不熬夜？熬了夜能不生气？第二天能不来个冰美式吗？那热美式跟中药有什么区别？那还用中医给你号脉？那足疗给你捏脚也捏出来了，是不爱熬夜？这个我说这话有根据，是吧？这咖啡绝对中药啊，对吧？咖啡意式浓缩的制作方法就跟中药如出一辙，对吧？1份粉，3份水，煎成2碗，是吧？咖啡也就进入中国晚，早400年都得写《本草纲目》上去。多合适啊！咖啡果提神醒脑、利尿通便、人畜两用。哎呀，那要真那样好了，李时珍高兴坏了。咖啡写《本草纲目》里，当时多40多个方子，哎呀，橙 C 美式、生椰拿铁。哎，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中医啊，尽量去3甲中医院看中医。哎，瞧好不一定，肯定瞧不死啊！谢谢大家，我是季鹏。谢谢季鹏，季鹏。喜欢季鹏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索票。上一次我的印象也特别深，上次他说那饿了以后胃里边伸出一只手来，是不是？他就。反正是说脱口秀的，有的人就很带样，有的人就很带能量，有的人是很卡节奏。他好像就是有点，晚上在夜市大家一块吃饭，隔壁一个哥们儿过来跟你在这聊前2天发生的事儿，就觉得还挺有趣的。我就很喜欢他这个蔫了吧呼，也不是太正经，也不是太认真的这个节奏，就非常有趣。我就当好话听啊。是好话，脱口秀一哥好多，脱口秀一哥们儿挺少见的。脱口秀一哥们儿啊，季大夫，您那个针灸水平怎么样？针灸水平怎么样啊？我已经辞职了。我还想说，您在哪个医院以后扎针灸可以找季大夫，因为你乐呵，你不疼啊。但是他老跟你开玩笑，这事儿你知道能开玩笑吗？这个确实这就是问题啊！我一逗患者笑，患者一颤，老带着肉疼啊，罐儿也容易松啊。哦，这么辞了职，可能是。其实我特别喜欢您，因为咱们国家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啊，你看描写大夫的，一般大夫都是那种巨精英啊，巨厉害，就特别牛，很少出现您这种形象。对，您这特别可爱，我觉得您这个形象特别适合搬到这个小银幕上，是吧？你不觉得季大夫特别像那个清宫剧里面太医的样子吗？刚才您演的时候，有一些您的小眼神儿，就是有一种那种犯坏的那种太医的感觉。但是嬉笑怒骂之下，人有一颗责任心，能看出来。哎，是人自己知道该辞职，你知道吗？我这个医术还是能保证的。他这表演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演员自己，比如说在台上讲完一个包袱跟着乐，其实有时候不是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他用的特别好，就一下把那个紧张感跟那个大家可能悬着点的东西就给你放下去了，说没事这能乐，这个我是正经大夫啊，就感觉每一针都扎在痒痒肉上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我知道给你们都扎上，不投票不拿走。谢谢季鹏，谢谢。要跟季鹏对决的这位朋友，大家放下道德的枷锁，我们掌声有请烦不烦？Hello， 大家好，我叫帆不凡，鼓掌吧，嘿嘿。对，是个残疾人啊，大家也不用紧张，反正上一轮手也这样啊。对，上一轮半夜挑战黑灯，挑灯夜战。我这个手是先天的畸形啊，然后右手只有3根手指头能用啊。现在讲脱口秀压力太大了，因为残疾人这个赛道有点太拥挤了。黑灯，小佳。我还有，我一个手都数不过来了。千军万马过无障碍通道。那个左手指关节是伸不开的，然后腕关节也是固定的，只能这么勾着啊。就这么说吧，我这个手一旦勾到什么东西啊，我自己是松不开的。我有一次坐着看电视无聊，摸了一下我的脚，勾住了。
他俩在那手足相残，但脚也很委屈，毕竟是手先动的手。我每次认识新朋友破冰，都要像现在这样聊聊我这个手，所以我这个手又叫馊手。生活会有一些影响，比如我平时改看外卖都是公共交通啊，就有人问我你能骑电动车吗？能骑，用不了刹车，我就得用这个手勾一下，是吧？那个车头就会晃，就我骑车上路啊，就会有一种真的会有人上路的感觉。咱也不知道会是谁，但是陈奕迅说过，成千上万个路口，他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啊。打车很怕打到那种隐藏式门把手，打不开。哎，有一次在那按了得有半分钟，按着按着，司机突然说：“你玩够了没有？”他下车看着我这个手这样，他也不知道说啥了，他一直盯着我的手看。我说：“你看够了没有？”现在打车都要先引起司机的注意，跑到主驾驶，让他看到我的手。他摇下窗户说：“不是我压的啊。”当然一般都会下车给我开门，而且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善意，因为他有的时候甚至想给我抱上车，给我吃的，给我喝的。我感觉他不是车主，是失主。给我瓶水，打不开。当然了，我这个手也有好处啊，我就不用怕那种乞讨的。我之前在火车站坐着候车，有个人突然在我手上戴了个手串，我一抬头举了个牌子，写着聋哑人爱心助残，他就伸手问我要钱，我也把手伸了出来，他看见我的手，赶紧去摘那个手串，摘不掉，勾住了。然后他就急了，朋友们，你没有听过聋哑人为自己发声啊？他说你松开，哎，我还给他治好了，我这个手可真是妙手回春啊！但说实话，朋友们，作为一个真残疾人，遇到这种假的，我有义务教教他如何乞讨。当时我就躺地上了，正准备勾他的脚，他撒腿就跑。行，这次讹了个手串。但是我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啊，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啊，对，我是学计算机的啊，对，我打字很快，我是这么打字，这样。就朋友看我打字说，总感觉你的键盘很 Q 弹，感觉你在手打牛肉丸。但刚上大学的时候打字很慢，而且学的也不快。还好我室友人都很好，他们为了让我多练习啊，总把他们的作业让给我写，跟我说你手不方便，打游戏就不带你了。有时候也带我玩啊，但是那个电脑游戏的 WASD 啊，我只能按那个 W， 一直往前，送死，就复活就冲锋，冲锋就送死。我室友就生气，他说你不要老按一个键呀。我说那咋了 ？W 就是个死啊。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程序员就辞职了，因为我觉得上班没意思。你们觉得上班有意思吗？没有哈。今晚听完咱就辞职啊。上班没意思就辞职，折腾了1年多。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瞎折腾啥？你一个残疾人不安稳点？”我说那咋了 ？W 我就去乞讨。反正我有经验，确实折腾1年多啥也没干成，就来讲脱口秀啊。我发现脱口秀比程序员简单啊。哦，原来残疾人最终的归宿还得是以卖艺为生啊。现在讲脱口秀1年多啊，认识了一些演员朋友。就脱口秀演员是什么货色，大家应该知道啊。围观我打字，让我给他点烟。带我去看恐怖片，想看老子怎么捂眼睛。我看到恐怖的地方，直接用手勾住他的眼睛，他是真吓坏了，忘了这是谁的手了。听说我身份证之前没录指纹，跟我说帆哥你适合去犯罪。我犯什么罪，我刀都提不起来。
他说指纹很重要，可以通过指纹锁定你这个人。我说你不通过指纹也能锁定我这个人。我们到时候查的不是指纹，是爪纹。案发现场发现霸王龙来过。现在讲脱口秀，也有人跟我说，你一个残疾，你得安稳安稳。我说，反正生活只让我按一个键，那我就一直往前，对吧？反正成千上万个路口 ，W 就是我先走。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喜欢翻不还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他们两个 PK 选人的时候，我问纪鹏你为什么选樊不凡啊？他说要不让他考虑中医试试呢。我这就得给我治成这个样子了。但我感觉处理的还是挺轻巧的，一直轻巧。我觉得上一次的时候也是给我的那个冲击还是蛮大的。这上次我记得给我乐的，但是接在黑灯后边，我觉得那压力很大啊！而且上次他们3个，我记得，我天哪，就是每一次都觉得这是前面那个坎儿是不好迈的，就是又上一个，又上一个，又上一个，这非常有趣。但这次我觉得。可能是我抱的期望太高了，我就一直在这盯着。我觉得像有些东西可以再切一点，都是碰到了一点就走了，碰到了一点就走。对对，因为这个确实可能段子稍微有点散，其实上次也有点散，只是后面那个手机支架那个神来之笔有点就这次也在思考，因为我后来想那个 W 了，实际我这个手有点像 W。对，其实那个 W 向死而生，然后勇往直前的那个挺好的。谢谢。其实我觉得。您有点留手了，确实留了2根啊，留了2根没拿出来。嗨，您有点温柔了，我那意思，因为什么呀？黑灯啊，包括小佳呀，你们好多这种地狱笑话其实是特别吸引人的。我特别喜欢看您使点小坏，因为您使小坏是被所有人原谅的。我喜欢听这种丧失所有功德的这就您一说，哎，我们这些对我们就没有道德感了，我们就特别高兴的，就是那喝彩。行，下回把这些东西全放前面。我同意这个刚才大林子说的，就真的犯坏特别好，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就那种感觉一定要用上。行，下次一定要用上。行，就是其实到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听的还挺兴奋的，但是你的存在和黑灯的存在都特别的重要，就让我们看到你们的世界发生的事情，然后也会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吧。谢谢。那谢谢樊不凡的表演，我们把纪鹏也请回舞台中央，请看大屏幕。那我要先请165票的樊不凡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纪鹏173票直接晋级。那对决继续，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要出场的下2位演员是。一个是新晋新人王，新人王，一个是老王。我跟海宇其实还是有一点冥冥之中的感觉。我们都是成都的演员嘛，我刚入行的时候就听很多前辈什么的就会提到海宇，说他是成都的新人王，就感觉今年终于等到你来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每年上节目都说，哎，今年海宇没来吗？今年海宇就会这样问。我们一起比过几次赛，显然是他赢得多。要不然我应该早就来到这个节目了。有点恨了，海宇现在。我没有羊，我咬一下。有点恨了，有点。王不见王是此刻。哦，好有文化。越来越好是明天。哇！干什么呀？我这。海哭的声音，宇宙的有趣。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内容交给这个舞台吧，我觉得。第一位要上场的朋友就是咱的老朋友，已经陪大家3年时间了，做过很多事儿，端过盘子，卖过衣服，但唯一没有变的是一直留着短发。掌声有请王悦。哎，大家好，我是王悦。哎，分享一下去年的一些事儿啊，朋友们。我去年应该有朋友知道我得了个小病，这儿做了个小手术，甲状腺癌，但是已经好了，不要紧张啊。所以今天我不是要给你们讲这个病，我主要给你们讲一下投资。
因为我几年前给我自己买了一份保险，我这个病它能赔16万。16万什么概念？那是16个 W 啊！可以说是得之我幸。我确诊当天，我在那个诊室里面，我都不敢笑出声来，老子把那个嘴巴都咬烂了，真的。在那个诊室里面，我没有恐惧，只有贪婪。跟医生聊完过后，我才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个医生追在我后面说：“你不要疯啊，医得好啊！”我当时在心里面盘算了一下，我说16万啊，16万，我交完手术费、住院费、杂七杂八这个费那个费，我加上亲朋好友给我的红包，哎，我到手还能剩16万。当时医生就问我说：“他说你要住普通病房还是高端病房？普通病房要等。”我说：“等什么等？我们有钱人时间很宝贵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能在全中国消费最高的城市上海，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办卡。我那天去办住院卡的路上啊，上海的天气都很好，空气也很香甜，我心情好好，一路走一路唱，我说夕阳照着我的甲状腺，甲状腺，保险赔我16万，16万。当时医生跟我说，他说你住5天你就可以出院了。我说5天，根本就不够老子消费的，整个住院部的葡萄糖我都可以本人买单。医生当时跟我说，他说高端病房3800一天。我说那咋了？3800又咋了？亲朋好友来看我，那个病房我都可以请他住2天。你别说2天了，我住他2个月又能怎么样嘛？我一算22万8。不够。但我确实最感谢的人就是5年前我那个保险代理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在一个末班地铁上碰见他的，那天那个地铁上空空荡荡，他刚好就坐在我的对面，而且我注意到他是因为我们俩看起来都很疲惫，而且同时叹了口气，好有宿命感啊。结果下一秒钟他就开始给我推荐保险。他说他1个月没开单了啊，他就开始劝我。他说你虽然现在一无所有，但你到了30啊，那不一定，那就有病了。而且越重的人越危险，你就应该买一份重疾险。而且像我们这种穷人就应该富贵险中求。他好燃呐，但我一句好话都没听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他说的话里面，我听到了一种人生未来的希望。我当时被他那个幽默已经冲昏头脑了，我直接把那个保险买了，一买就交了5年。当天那个地铁可以说是呼啸而过，我到后来才知道，那天我已经站在了风口上了。办完了住院，我就开始准备理赔了。我美滋滋的点开我那个保险 app， 上面显示了4个大字：保单失效。我当时跟你们反应一模一样，我说什么意思啊？失效应该就是有效的意思吧？我那个保单已经变成灰色了，我感觉那个癌细胞扩散到手机里了。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错过了交费时间，保单已经失效半年了。我说失效就是有效的意思吧？他说好笑。我那个保险代理人他也转行去干别的了，根本没人提醒我交费。老子当时在那个高端病房的走廊上，我像那个疯了的可云。我说保单，我的保单。喊过来2个保安，我心想你们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快点把我抬到那个普通病房去。我去查了一下，我去年最后交费的期限刚好就是去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总决赛现场，我就在这个舞台上录制，老子穿个裙子，我心里只有喜单没有保单，我哪里顾得上保险？我连保险裤我都没穿。我朋友后来问我说：“你那天到底干啥去了？怎么能没买呢？”我说：“我搞笑去了。”而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本不是那个保险，我跟你们说，那个高端病房，它高端就高端在它安静，
整个住院期间不允许任何亲朋好友来探视。我保单没赔上就算了，老子红包也没收到。你把人给我拦在外面，我可以理解，你把红包给我塞进来啊，你货币给我流通进来啊。那医生不要，我要啊。我手术当天做完的，全麻是第2天醒过来，我真的天都塌了，我那个线上转账也变成灰色了。光是超过24小时自动退还的都有5笔，3800一天的那个高端病房，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节约。我说要不然给我少打2袋葡萄糖吧。我跟你们说真的，我把我带去的所有衣服在那个病房里我都洗完了。本来让我住5天，我第3天就想走了，我衣服都晾干了。那个医生说你脖子这儿这个伤口应该还要再养一养吧。我说我吗？我已经好了。不信你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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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出院过后，把我没有交保险的这个事情发了个朋友圈，好多人给我点赞啊。我那个保险代理人没有给我点赞，因为他真的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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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来转行，他去讲脱口秀去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保险代理人叫王悦。在5年前的那辆末班地铁上，他看着对面车窗里的自己，1个月没开单了，马上就要被开除了，感觉人生快完了。他一咬牙，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他肯定没有想到过人生无常，当年那份保险不是他最成功的投资，他最成功的投资是他拿着那笔佣金去给自己报名了一个脱口秀培训班。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培训资料网上就有。那天地铁到站了，卖保险的那个王悦一直留在了那扇车窗里面，而我下车了，走到了这里，跟大家说，买保险一定要记得连着交。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王悦，谢谢。谢谢王悦。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真的是每一份经历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真的是宝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剧本，就是我们平时你要写起承转合，一开始埋，到最后翻，最后还上了一个又感动又那啥的一个，太完整了。这个真是练。我说你上台就胸有成竹那个劲儿，手里憋着这么一个反转，啊，那个结尾哈，哎呀，我也很喜欢，真的，哎呦，哎呀。这个结尾真的很感动，让我有点想到庞博之前的那个别说我18岁曾经的我。而且王悦，我作为老观众哦，特别有陪伴感。你从第1季，你自己说自己是大甜甜，然后到第2季纯女的，然后你就慢慢越来越变化，然后包括生了一场病，然后你现在变得越来越从容。作为观众也真心的为你该高兴，然后今天听到你的段子也会觉得，啊，好像你又在打怪兽，然后又成功了的样子。谢谢。确实非常感谢喜丹的舞台，真的。我其实前2天就是6月14号的时候，我突然翻到我其实是4年前的6月14号第一次走上台，然后拿着麦开始讲开放麦。我就感觉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大家认识我。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谢谢。这一提还真是啊，这3年您的变化确实太大了，而且我觉得就刚才那段表演啊，它特别像什么？像交响乐，就是说你不能在中间鼓掌，任何时候我只要一拍灯，都影响了你当时那个节奏。就说这个命运哈，命运使然，命运捉弄，反正方方面面，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的同时，又得到了一些东西。反正这个宿命感，就是让我就很感动，包括。博哥也说了，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编剧，谢谢哦。就是你的故事太完整了，很佩服。其实这一篇稿子应该算是我3年里面比赛的稿子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篇。
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擅长讲故事的演员，但是在比赛的舞台上其实非常残酷，你的故事如果不够打动人或者不够好笑，就非常容易让观众划走。今天这一场是我第一次尝试把一个故事写的比较有结构性，把它塞进一个5到7分钟左右的段子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篇稿子我自己今天演完我也非常非常的踏实，感谢大家能接住故事型的演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多时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选择讲一段故事，大家会陷入一种，评价上的两难，就在于，哎，我好像挺喜欢这段故事的，但是不是吸引我的是故事的本身？那我觉得今天至少王悦这段表演告诉我们的是，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式。谢谢。哎呦，我本来想说我在台上看到你了。我的保险带。他穿的白衬衫，他拎个饭盒，在5年前的那妈妈做的饭，穿的白衬衫一点都不合码，然后在地铁上拿着手机对着自己拍过一张照片。因为卖保险必须让他去买一件衬衫，然后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卖多久的保险，然后就说先买一件试一下吧。我相信你肯定在观众席里面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个很合身的粉色衬衣吧，应该很羡慕。如果现在的我让你心里面还是有点难过的话，你其实可以把我忘了的。爆哭！哦，都安排好的啊！是啊，哎，最好还是那个王悦啊！哎，对呀，超级有实力，大家都认可，就他了啊，就这份了啊！好，挂了。你这给我夸的，不得不说，最正确的 pick， 那就是最成功的投资。哎，你也知道他吗？虽然家里已经有我这么个北大体育生了，但也可以再多一个。所以我做足了功课，给我弟弟选了这个皇家美素佳儿望悦儿童奶粉，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喝，含有近6倍高活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 DHA， 实力强护。我妈都说选的太对了啊！是这个望悦啊，给我看看。最成功的投资还是我这投资未来的眼光。好嘞，我们请王悦先来到休息区。王悦的对手今年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上一轮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草原特色的解压技巧。这次他又带来了草原上的什么呢？掌声有请海宇。嗨，朋友们晚上好，我叫海宇，感谢大家。很多朋友都不认识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名字叫海宇，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各位听过这个地方吗？感谢，我需要强调一下，小时候我们的藏区确实教育条件很差，当然现在变好了，但小时候呢，我们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像我当年高考就有加分政策，我很幸运，给我加了50分。感谢，当时就考上了一个大专。我能从你们的笑声中感觉到2个字：浪费。我自己也很崩溃，因为我不加也能上的。我知道这一切很丢脸，但不怕大家笑话我，真的，我上了大专才意识到这很丢脸。因为在我遥远的甘孜藏区老家，我有6个最好的藏族兄弟，我们都加了50分。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专，他们连大专都没考上。你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怎么可能怀疑自己是学渣？你只会觉得自己是文曲星下凡。除非那天我们7个兄弟一块看的，我作为我们7个兄弟里面唯一的一个状元。被他们围在中间，轮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他们看我的表情都有光，眼神充满崇拜，说：“海宇，你是天才，你太聪明了。”他们夸我那个话我都听不懂。你这个知识文化水平，海宇真的，你放在古代，怎么着你都算一个文人黑客。
我说古代应该是没有黑客。接着夸说海宇，但是你很聪明啊，你这么多年成绩一直很好，我一直很想问你，哎，你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呀？我听进去了。读大专第一天，3个室友把我围在中间，什么你加了50分，就来这儿啊？你平时是怎么学习的？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当时围着我就开始讨论一个话题，叫“假如把这50分加给我”。我心想，你都假如了，你假如个大的好不好啊？给你加满算了，750分怎么样啊？别人高考像赛跑，你高考直接开始开车。开到加油站还问你，哎，你加98还是95？你说我加985。我本来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平庸了，所以当时读完3年大专以后，我准备开始全职讲笑话。我那6个藏族发小知道了以后极力反对，说海宇，你这样对得起你学过的知识吗？你一个学霸，就应该回老家教书。他们说，钱学森注定是要研究导弹的，帽子扣得太大了。我想，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更要讲脱口秀了，因为我跟钱学森一样，我们都是为了炸。然后他们建议我去考公务员，说我这么聪明。原话说海宇，你去考，北京的可能有一点点困难，但咱们生活的城市成都随便考。我又听进去了。当年去考试，说实话那些题我一道题我都看不懂，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自信。每次只要一思考，脑袋里面就会传来一个声音：“小天才。”啊，不对，6个声音，阿卡贝拉环绕式的夸我。结果当然是没有考上，我还好能接受。6个藏族发小崩溃了，说：“可恶，竟然连你也做不到吗？太中二了。”我说我考的公务员还是2次元啊？他们说可惜了，海宇，早知道你就应该报考甘孜州的，考咱们甘孜州你肯定考上。我报的就是甘孜州的。他们真心为我感到遗憾，在我们7个人的微信群发一条消息，真的我都羞耻。发的原话说：“草原雄鹰跌落神坛。”我知道自己飞不起来，因为当时我在一个211学校打篮球，认识一帮好朋友，我已经开始产生那种被比较的学历焦虑。他们人很好，他们以为我也是他们学校的，跟我说的话越真诚越伤害我。海宇，好焦虑，你知不知道，大学这4年，哎呀，我跟你说嘛，真的这4年，哎呀，你都想象不到我大学这4年，一直强调4年。我一个大专生，我本来就敏感，但我真的很自卑，不好意思承认，没有办法，我只能跟他说，我说，哎，对呀，我也过得浑浑噩噩的，我感觉就过了3年，没想到他们还把这个话茬往下接，说对呀，海宇，你说咱们这4年什么都没学到，不如去对面读那个大专呢。我有点敏感，我感觉他们在点我，因为他们说：“哎，听说了吗，海宇？对面大专有一个学生，听说是加分才考上的，老家也很特别，说他来自甘孜，就是在点我。
因为他们第3个问题，你老家哪里的？我这个人面对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会本能的开始装傻。他们当时问我，海宇，你老家哪里的？我说哪里。你们能听出来，我想讲的就是每个人都很优秀，马上相对的，就看你处在哪个环境。我把这个发现命名为高原相对论。我属于是甘孜州爱因斯坦，因为我身边的藏族发小就很简单，其中一个，他身上有那种简单的力量，他从8岁开始，他就决定好，他这辈子一定要当一个网管，又能打游戏又能赚钱。他说网管非常轻松，不管多刁钻的问题，2句话直接解决。重新启动一下，换一台不就好了？不要小看，我最近也在比赛，我很焦虑，我害怕被淘汰。他的网管思维就可以治愈我，说海宇没事儿，大不了咱们明年重新试一试，实在不行换一个平台。我喜欢，简单，不像我211打球认识那个朋友，复杂。他跟我说他从小就很焦虑，他爸妈给他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然后跟他说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说你学的什么？他说马术、攀岩。怎么说呢？我们过着一样的童年，而且我们那边的起跑线不收费。他说什么老师这么好不收费？大自然。他不认可，跟我说怎么可能呢？你这说的太乌托邦了，难道你就不焦虑吗？啊，不内卷吗？不焦虑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反正据我观察，焦虑的人喜欢去我们那儿，对吧？好像被比较怎么都逃不开，你怎么都会焦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有的人跟我一样，也经常感觉自己在大城市像一只笨鸟，你就先飞，先飞到成都。因为直飞到不了，然后你租个车，自驾318，终点目的地你就设置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仙水东路6号3楼尼洽网咖。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们那边有6个神医。你到那什么都不用做，看着他们自信一点，说出一句话就可以：老子没加分，上了本科。6个神医直接簇拥上来，围着你。新的雄鹰出现了，谢谢你们，我是海宇，谢谢。谢谢海宇，3、2、1，请锁票。恭喜草原雄鹰。您是少数民族，您是藏族是吧？对，我算是半藏半汉。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我应该只有1/4的藏族血统，因为我爸也是半藏半汉，我妈妈是一个汉族。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我从小是在藏区长大。我特好奇，您小的时候一般是说汉语，说藏语还是？其实基本上我们那边基本上就是汉语环境多一点。现在少数民族语言的话，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方言交流，并不是说大家日常就都会用藏语交流，比较少。其实我感觉这个海宇，就是他的表演有他自己的一个魅力哈，就是他游走在想要笑场和控制笑场的那个中间。他明明说的是自己的事儿，让我总感觉他在说别人，你知道吗？就有种幸灾乐祸自己的那个感觉，这个挺难的。对，这是一种设计，表演的设计。包括你的文本也是，文本我也很喜欢，就是好细呀，就光一个分儿你就没完没了，但是我还爱看，就是我说怎么还在说分儿，但是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你知道吗？海宇的表演总有一种这事儿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明显又是在自嘲，确实是很不一样的表演。他就消解这种焦虑，他半乐半不乐的那意思，这事儿是我不是我，接着说了。谢谢老师。但是我想说一句，就是这个段子是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我那6个兄弟没有那么傻，需要解释一下。
他们是上了大专的，上了大专的。哦，只是我的大专是最好的一个。我刚想说，我好想认识他们6个兄弟，太会鼓励人了。你会觉得在他们身边一定会被满满的爱意和鼓励包围着的，所以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是这样的，是吧？对，他们是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我有点把他们写的有点傻。不过这点你也可以放心，但凡脱口秀演员身边的朋友哪一个落好了，基本上也都这样。我记得第1轮的时候，应该是最高分吧，218就是他。是的，海宇和刚刚的帆不凡还有黑灯贡献出了我们第1轮可能最精彩的一场3人对决。一开始我记得黑灯上来的时候已经就给炸得翻的了，翻上来以后又真的是翻了个番儿，然后我的天哪，说这2个在前面，然后他最后上来又是个新人，对他上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觉得可怜，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太难了，结果我的天哪，我觉得你不仅仅是一个雄鹰一样的男人，你还是个黑马。谢谢老师，感谢，谢谢海宇，谢谢，又顶住了，顶住了，谢谢大家，谢谢。他们6个都是很简单的人，都是不复杂的人，都是很纯粹的人。我如果把他们6个人的名字全说出来，会非常像在背绕口令，分别是洛荣宾巴、泽仁多吉、泽荣扎西、高中泽荣、仁兹翁修、泽荣降泽。来吧，这个叫泽仁多吉，这个叫洛荣宾巴。他段子全是偷我的，本来我才应该是那个说脱口秀的海宇。半夜12点左右，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以前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灵感不够，我就找他们就好。呆瓜，弱不平衡，经常被人欺负。知道为什么我要走出大山了吧？在我们没有成年之前，我们就戴着帽子一起去爬我们家乡的一个山，叫独山。这个包有点重，你背一会儿；那个包太重，你背一会儿。啥也不想，非常的非主流，但是非常开心，是很开心的一个回忆。觉得这边搞真的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不用去，一定要去比较。虽然比较这个东西大家都逃不掉，但是一定有一些好朋友，一定有一些友谊是可以治愈这种比较的焦虑的。希望大家少一点对于这种被比较的焦虑吧。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着很多简单的人，在因为一些简单的事情而感到快乐。我们把王悦也请回舞台中央。这一轮无论是各种角度，可以算得上是强对话了。气氛组毫无疑问4票满分，那现场的观众会给出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你也是魏阳，他俩有可能都上200。出现了这一赛段第1次同时晋级，恭喜王悦，恭喜海宇。太牛了！哎呀，太牛了！哎呀，上晋级了，太牛了！至少在第3赛段开始之前，对吧？这个2郎腿就不放下去了，2郎腿就翘起来了。我跟你说，我是在台侧看到海宇吗？我又一次看到了这个人那种真劲扎在喜兰的舞台上那种感觉。就是虽然他讲的段子的那个气氛在往上涨，但是好像那一刻我看到他脚下的那种根在往下伸，哇，我还是很震撼，真的。其实我是没自信的，谢谢王悦愿意让我在他后边演，他把选择权给到我，其实是对我无限的尊重和包容。海宇今年这个来时路，我应该也是非常有感受的。我上台之前还跟海宇说过一句话，就是这是你最后一次讲你的这篇稿子了，你就把它当作是你的告别演出。然后海宇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其实印象很深，很小声的说了一句：“对啊，好不容易才来的。”应该每一个从线下走到线上的演员，都会有这种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样的舞台的。大家就拼了好久，其实都是为了这一刻吧，我感觉。王悦跟海宇这场精彩的对决，也是我们这一期上半场的最后一组对决。刘洋、刘仁成这也看了一场，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幸亏没参赛，
还好跑得快。没参赛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干嘛呢？我们的专场是在全国火热实验中，让这帮优秀的演员在这儿相互的拼搏。咱们占据剧场，千万别给他们留档期。没问题，快把这2个臭不要脸的给我挂掉。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确实今年的新人朋友们他们都顶住了压力。从第一个多多、咸鱼，包括海宇，包括季鹏，他们都是新人嘛。虽然他们可能上过节目，但大家都把他们忘了。这表现非常好，真的非常开心。尤其是多多跟咸鱼这2组，你又看好人家？我看好教主的专场卖票。不许你看！好，那我们对抗路友谊赛的第2场的上半场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恭喜这半场晋级的所有演员朋友，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新人强势来袭，老将惊喜升级。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强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用喜剧点燃这个夏天。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点评活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爆梗。喜剧之王单口季线下巡演已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了解更多喜单巡演信息。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动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2赛段，现在继续。天天跟我聊什么独立音乐、哲学、文学，你就感觉他在跟你说这是康德，这是弗洛伊德，这是沃士、沃德。你不能指望叫一个器官的名字就希望它发挥正常的作用，不可能说领导扣我工资了，我良心。你这胆有什么配得感？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天天吃苦。你不能说那个胆跳出来，他就爱舔我。在考虑做团播，想模仿春晚机器人，马路上压扁的老鼠是猫的薯片。想到蹭春晚这个点，都已经端午了。我前几天点开一个 APP， 它要查看我家网络上的其他设备。你一个放歌的软件，你干什么？你摸我家冰箱干啥啊？那黑胶是看上我家的扭扭了吗你啊？有一天早上5点钟，他把我叫醒，和我一起去死吧。我说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吗？后来我才听清楚，他说和我去做核磁吧。最后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看到吗？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不是我。排队排最后合照站最边上。我咋办？你开场唱，我赶场，点绿就响。从来就没有女生举来主角气场。你只是北京腔，我可是北京腔。没有万人敬仰，只有万人敬仰。就我自己努力奋斗，就算是个路人甲。每周1 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奇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前程无忧无要照，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拥有到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谐音梗康拜双关，预期再来点反转。能够吵架场面饭就当真。